小神君好大的神威，竟对我百鸟岛下此毒手！你一个把全部亲族拉入魔道的人，也配与我谈毒手？哼！神君果然神识过人，隔空就能感应得这么清楚。只是可惜啊，修魔是他们自愿的，赖不得我。打开弱水屏障。你果然都知道了。若不打开，我将你撕成碎片。打开弱水屏障又如何？子曰的结界这么脆弱，你敢碰吗？你就不怕一个不小心会纵火出匣吗？华叔呢？不要白费力气了。您云山结界在我叔儿手里，你找不到他的。如今我叔儿已经晋升为魔神，等他稳住修为，他就会来救我。这仙界迟早是我孔雀一族的。华叔进了魔，我们需要3界协力寻他下落。我近日看你脸色一直不好，可是有……我无法，我先将华魔押去天宫，你去照看燕爽，我随后就到。你仙元还不稳，要多休养，别动怒，少思量。我有什么做的不如意的地方，你跟我说就是了。来，喝药。我自己来。你去休息吧。我没事儿，看着你，我安心些。我不安心，你这样，叫我怎么还呢？我就是想救你，我不想看你受苦，我也怕再也见不到你。所以只要你好好的，你不愿意理我，你逼我逼得远远的，我都无所谓。天爽，我知道你有作为鹰王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我也一样。我不能抛下妖族，只图自己痛快。但这跟我对你的感情，跟我要守护你不冲突。反正，我就是放不下你。
白鸟岛如何了？缘起呢？华叔进了魔神，魔神。缘起抓住了华木，押入天宫中。事情变得越发棘手了。好在抓了个华墨，也算有所得。华木这般，定是教不出什么地的，不必抱有太大的希望。也只能且行且谋了。燕爽该喝药了，我去煮些汤药，帮我照看他。你这脸色，不爱。燕爽，这是要走？我帮你。若是舍不得，就多住2日吧。真人都在跟前，看着衣服发呆有什么用？我就是觉得他这妖皇滚衣，华丽精致，研究一下罢了。狐狸就是爱臭美，你们就是嘴硬。弘毅的心思你也知道了，赤诚满满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让他等呢，还是不等？我承认我对弘毅总是心软的，只不过我现在确实不能给他答案。我们2个要是像你和缘起一样就好了，就算迟了，最后也没有错过。好啦，你快回去吧，你不回去，缘起哪能心安呢？我近日总觉得缘起有事情瞒着我，可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不过也可能是我多想了。快破了哦！少爷，刚刚那感觉是怎么回事？你醉了，敖哥。笑话！我纵使与你再对饮万年，也绝不会比你先醉。几万年太久了，敖哥。与其说这几万年我一直和你共用同一个身体，倒不如说我是一直占据着你的生命不肯走。现在是时候了，我得走了。修言，接下来我会把你的余生还给你。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吧。你不是想游历3界吗？去见那些未曾见过的世界吧。少言，替我也看看，我恐怕是不行了。敖哥，不要想起我。永远都不要。
修言，你这就要走了吗？修言，我会好好完成你的嘱托的。修言，这么多处裂隙，我看你是无暇修过了。这万年与你在这谈天论道，身边没了你，倒也觉得十分可惜。我看你不如就放弃，跟我出去走走。休想！蚍蜉撼射。修言啊，你这样又能困得住我几时？到最后也是落得灰飞烟灭的下场。能多一时是一时，多为外面的孩子们争取些时间，我们的胜算就越大。好，反正也闲了这么多年，本尊就在这里跟你较较劲，看看现在的你能困住我多久。你是？我是三生石啊，敖哥陛下。三生石？你怎么长这么大了？你不在你幽冥界待着，来我仙界做什么？这里就是幽冥界，你就是幽冥王啊。我是幽冥王。对，我是幽冥王了。那是什么？那是望钟楼。你说钟灵公虽奇伟，却显得孤独，便在对面建了这座楼宇，只为了能够时时相望，以免孤单。你说，那是我建的？嗯。那如果敖哥他问我修岩楼的来历，我该怎么说呀？你就跟他说，这叫望钟楼，取望中之姿，希望他终有一日能够把我忘了。给仙君请安。安不了。哎呦，青衣啊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帮我瞧瞧，这上面到底是什么名字啊？天宫啊，招了一批新的司职仙君，可偏偏分到我司兵殿的却一直没来报道。我说，翻出名册来，自己找找看吧。好家伙，却被小老儿撒出来的酒泡的是
一塌糊涂啊！老仙君莫急，新来的4日仙君会先到丝路殿报道，我帮您瞧瞧去。哎，好嘞。哎，怎么转来转去又转回来了？这位仙君，可是去丝冰殿？哈哈，这位仙友叨扰，请问丝冰殿怎么去啊？师尊，请将我门下最年幼的弟子青衣带出去，为我大泽山留下最后一丝血脉。师尊，师尊，弟子不走，师尊。师尊，师尊。师尊，师尊，您为何？这位仙友，在下阿善，只是玉鹏岛一介散仙，区区500年道行，万万不敢为尊呐。师尊，您不认得我了？不认得。神君为何会扛不住天雷？是天罚。当初假离婚约骗取神光的刑罚还没有受完。那既然是天罚，我为什么会没有事情？他的意思是，您没事儿。他把所有的天劫全部转移到了自己身上。元气，主任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几道天雷而已，无妨的。怎么会这么虚弱呢？难道是因为在凡间妄动神法，所以罚上加罚了？小师叔，哎呀，仙君，仙君，小师叔，你快看，我来此地做事。小师叔，仙君，行善师兄。在下阿善，本也无门无派，真不是诸位的师尊、师兄。你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吧？他是天宫新招的4日仙君，竟与师尊的模样分毫不差。我真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，能不能放我走啊？武神倒是曾经说过，祖神虽去，但仍关怀于天地之间。我想或许是因为大泽山弟子为了对抗魔族而牺牲，感动了祖神，让一切有了挽回的余地。那到底是只有师尊回来，还是所有大泽山弟子都会重获生机？山门卷，小师叔，你快看看，山门卷可有不同？小师叔说的都是真的，他真的是师尊，整个大泽山都重获新生了。青衣，从今日起，你来做大泽山掌教。我
现在整个大泽山就属你资历最深，不是你是谁？我重启大泽山，就指着你了。交给你了。按图索骥，早晚可以一一找到所有的弟子，聚齐弟子之后带到大泽山。不想，倒是仙脉必难重塑。大泽山仙脉重塑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师尊，你既无门无派，可愿再入我大泽山，成为我大泽山弟子？刚刚听你们说了这么多，我好像明白了一些，就是说我与大泽山有前缘。其实我是在睡觉的时候被仙人指引才走入仙途的。那位仙人的模样，现在想已经模糊了，但着实让我觉得熟悉。那既然这样，就恭敬不如从命吧。你名为善，可唤作上善若水之善。还与大泽山贤字辈，便叫你贤善吧。贤善。师尊，您终于回来了，当恕弟子一拜。不，您才是师尊，是弟子拜您。这怎么可以呢？师尊始终是师尊。哎呀，是您，您才是，让弟子拜您。要一一找齐弟子并不容易，只可惜我尚未痊愈，还无法跟卿一同去找。你放心，其他的事情又交给我。你也知道，大泽山一直是我最念想又不敢念想的。我本以为再也见不到他，再也弥补不了我的罪过，可还好，如今倒是有希望。我是担心你的身体。没事的，正好这几日我在青池宫先养伤。若在这段时间，你与青衣找齐了弟子，到时我们一同重启大泽山。得成比目，何辞死？愿作鸳鸯，不羡仙。你这又是哪里学来的诗句啊？这情比天大，真不知该说是任性无畏，还是天真无知了。能和心爱之人厮守在一起，要我抛下一切，我愿意。可惜啊，就像你说的，都是天真之言罢了。沧海桑田，须臾改，独有南山，桂花发。莲谢，你莲希失礼了，奉退婚书在此，还请英王落下名义，与我解除婚约，昭告仙界。是我做的不够好，我辜负了你，让你失望了。我爱你，燕爽。
我到现在都没变，但我知道，你永远都不会爱我。比起失望，我更希望你获得真正的幸福。昨日我去了妖界，妖皇断尾救你时，我就在门外。我听见他和你说的那些话，我知道，在你心里，谁才是抹不掉的光。燕霜，你和他一起经历了太多，是非我所能比的。我知道你们之间还有一些阻碍，或者是没解决的麻烦，但至少我不会再成为你们之间的障碍了。尽全力去争取你想要的吧。你们是？仙人梦中指点，说我有仙缘，果然。小神君，又应付完一件事情。不是你故意把青羽他们放进来的吗？贤善仙君历劫重归，这样的喜事，我要是有所阻拦，岂不是让他们知晓？你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吗？不过，心中知道是一回事，亲眼见到却是另外一回事。今天见到贤善师兄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大泽山，所有的人都回来了，可是小神君你真好啊，本就是我心中所愿，知道。小神君，主人！小神君，主人！小神君！只剩下贤竹师叔了，偏偏只有他全无记载，想寻他，连个方向也没有。贤竹师兄上过青龙台，他原就仙缘动荡过，险些没有救回来，会不会是因此受了影响？青龙台，你知道在青龙台受过行仙力动荡的仙君，下凡历劫后会去哪里吗？青龙台。青龙台附近。千年前缘起是这么跟你说的。奇怪，小师叔似乎1000年前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叫我出去历练也是，叫我回来的时机也恰好，怎么都像是算到了我会在这个时刻接受大泽山掌门令，带领大泽山所有弟子回归一般。我问过云清、青云，他们都是在梦境里受到了一位仙君的引导，得了契机才入了仙界。师尊也是这么说的。
可惜他们都忘记了那位仙君的模样。我在想，会不会是小师叔？不妨事。等找到仙珠师兄，一切都会尘埃落定。老子早就看这个青龙台不顺眼了，今儿我就一把火把它给烧了。仙珠师兄，住手！见过凤凰。多有失礼，此珠交给我吧。你谁啊你？你干嘛？青龙台乃万年神石所筑，凭你区区几百年道行想毁了它，你只会被神力反噬，伤了自己。你怎么跟我梦里那个仙君说的一样？看来是得找个仙家好好修行了，才能了却我这个心愿。你梦里所说的那位仙君，是他指引你到仙途来的。哎，我也觉得他来头古怪，可是我又觉得他亲近，他却施术让我把他给忘了。还好我机警，提前啊把他的画像给画了下来，还想着以后找机会探探他的老底。就是他。真是小师叔。也就是说，小师叔在大泽山弟子历劫之时，就将他们一一找到，还将他们引入仙界。他果真是从一开始就知道大泽山弟子会重获生机，可他为什么不说？又为什么在眼下这个时机让我们拿山门令到这里来寻他？青衣，仙珠师兄就交给你了。贤竹。缘起，鸳鸯一细坠，孤雁也难飞。欢愉去离歌，狠狠刺入心扉。总是以为，怎么会这样？自从你涅槃归来之后，小神君就这么一直撑着。如今他神元耗尽，肉身消散，仅靠着元神间的混沌之力才勉强化形。也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是活着。都是为了大泽山。混沌真神的神力虽然可以重聚仙元，但是想要复活大泽山所有的弟子，这点神力是微不足道的。生老病死乃三界自然之法则，就算是神，也没有办法轻易去打破。当初小神君初登神位，用掉了9分神元，耗尽心血，才重聚大泽山所有的仙元和仙脉。隐隐思念，汇聚的琴弦，漫漫岁月，你在身边的错觉，让我沉沦也甘愿。
等谁？爱如此不可理会，途上的人多少擦肩的灰，谁又在手无人采撷的水？我只要你下个季节一瞬间还我一主人，你没事吧？此阵虽长，但以神元蕴养仙山还需千年，在此千年间，不能出任何意外。主人，君，我最大的罪过，就是因我种种，害大泽山覆灭。可他却舍命换回了所有人，弥补了这个罪过。大泽山重生之日，也就是阿英重回三界之时，所以他本就算好了。那个时候，魔族动作越来越多，您又成为了众矢之的，小神君恐怕难再护您周全，所以才顺势下令将您软禁。即日起，将阿英禁于司兵殿，此后禁足青池宫不得再入仙妖两界，直至大泽山有重生之日。与其让他对这三界失望，不如让他对我失望吧。更何况，纵然我想保护他，我又能护他到几时呢？我也确实后悔过，他不过是一只逆天改命、逆天而出的水灵兽。若不是我当初在禁锢之中偶然将他孵化而出，这一切他本就不该面对。不如让他忘了一切，去了青池宫，那里有母山设下的护山大阵，还有你的照顾，他定会无事。说他是我的劫难吗？或许我是他的劫难呢。让他忘了我，重新开始吧。我现在只想他好好活着，怎样都好。他根本就没想把我用尽于此。诸事难料啊！没想到，您又为了小神君闯入了罗刹地。当时小神君对阵临敌，神力早已难支。如果尽快让仙妖两边赶紧退兵，后果不堪设想，也再更难护您周全。以阿英现在的仙力，无论他体内是否有魔，都会在9天玄雷之下烟消云散。你们到底要做什么？你们难道非要置他于死地吗？我愿意受9天玄雷之刑，以证我清白。阿英，冤气神君，阿英将火影从锁仙塔放出来，造成今日罗刹地惨案，是阿英之错，请神君降下玄雷之法。我那时候为何偏偏不懂他？我根本不知道他有多为难，我还让他亲眼看着我灰飞烟灭，让他孤单等待1000年。待我涅槃后，我还如此冷眼待他。花间执手中线，9分神元救了大泽山，可还有1分，
为何会这样？主人许你千年，最后寻到你仅剩的那一分仙缘已经快要散了，所以主人他才用他最后一分神缘许了你无生计。求你放弃吧！神力救不了他，我便用我的神缘救他。不行，主人，这是你最后一分神缘，你若击出，将性命难系啊！主人，主人，阿英是被我害死的。若是我没有办法让她活着回来，我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界上？是谁说的死生永不相恋？我用沧海浇灌枯萎，前尘染过桑田，重铸爱的画面。是谁说过花叶永不相见？是谁说的死生永不相恋？我用血泪抹去因为我桎梏的遗憾，奔赴你的风雨，你为何在这儿？你怎么了？你骗了我们所有人了。你说要找到所有人，大泽山山脉才能重启。可大泽山已经好好的，所有人都回来了，我也回来了。这是你拿命换来的，所以这就是你告诉我的两全之法。对不起，可我能怎么办？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离开，束手无策。不是的，我什么都不要做，我会努力想办法。找了你那么久，好不容易把你找回来。好不容易把大泽山的大家找回来，我会想办法好好活下去的。我也不想走，想一直陪着你。我用血泪抹去离别，桎梏的遗憾，奔赴你的永远。我会救你，我会去找办法。
哎，大人，这个不能扔，不能扔，这个不能扔。哎，哎呀，哎，您看就好了，看就好了。哎呀，伏魔大战之前的古籍，肯定有祖神、宿神的记载，一定能找到救元气的办法。之前的文卷为何都没有了？哦，回凤凰，孔雀树都放有竹牌，应是被人借走了。小仙也不知那些书卷何时会归还。借走了啊！之前在文卷库就说被借走了，如今在藏书阁又是被借走了。哎呀，老夫的藏书阁，看书乱扔，这是陋习，陋习，你知道吗？文曲星，上古时期关于神诞生的那些古籍被谁给借走了？这老夫又不是天天盯着藏书阁，这哪能知道啊？对了，今年人间科举考试又马上开始了，新开的状元，我投骰子还没有投出来呢，先走了啊，走了。不成。放开我，给放我下来！君子得荣，斯文而贤呀，给放老夫下来！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伏魔大战之前的古籍上哪儿去？你若再不说，我不建议一帮烧完这藏书阁。父皇大人不要冲动，老夫说，是长雀大人。长雀。凤凰，您怎么来了？果然在你这儿，袁启让你这么做的。他知道我会去查，所以把有关的文卷全部藏了起来。你们在隐瞒什么？还是说，你们已经知道要如何救他？为何不说？只有将元神池中的池水蓄满，小神君才可以重聚神元。但是每位神君开启元神池，就必须让自己心爱之人献出自己的本源作为献祭。当年颐和真神为救帝卷之神，不惜献出了自己的混沌本源，才开启了元神池。真神乃受天地之供养，只要神元未损，便能存世。想要救小神君，必须凤凰献出自己的凤丹才行。但您普通真神，失去凤丹便会消亡。小神君正是知道这一点，所以才让我将所有的文卷偷偷藏起来。他说，绝对不能让您知道半点蛛丝马迹。我们都想救小神君，但也不想看到您受到任何伤害。所以我去偷偷翻阅了小神君让我封存起来的文卷，想从中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办法。但是现在我根本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数字倒简单多了。凤爷，怎么了？元气，你隐瞒了所有人，牺牲了自己，复活了大泽山。最后一份神元也为了救我，你需要我的凤丹，我难道会舍不得吗？你别听他们胡说，我不要你的凤丹，我好得很。好得很。元神剑，你说，他还能撑多久？以残存在我剑身上的混沌之力，元神剑说，只怕不足3月。我可以救你的。
王爷，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找回来，我知足了。1000年前我失去了阿英，1000年之后，你忍心让我失去你吗？可我怎么忍心失去你？小神君，红绸姑姑，怎么了？发生何事？凤凰殿下，红绸深知从前做错太多，但凤凰和神君未曾追究，令红绸愧不敢当。今日红绸无论如何也要说出一件神界禁秘，来弥补往日之过。日后，就算颐和真神重罚，红绸也甘愿。神界禁秘，姑姑起来说吧。其实，要想让小神君重塑神元，除了凤丹，还有一个办法。有一物可替代凤丹开启元神池，那便是开界元晶。此物乃祖神为开辟各界时留下的根本，它无根无凭，不具武灵属性，却可以吸纳万物的元气，蕴养为心。所以，只要在开界元晶上附上殿下的凤焰，它便可以吸收殿下的本源之气，加以蕴养，便可以替代凤丹。开界元晶在何处？这世上唯一留存的一块，乃祖神为封印冥起、开辟九渊煞域时产生的，所以那块开界元晶就在九渊煞域之中。凤爷，神君，凤凰，末将一直在警戒北海，就在刚刚，玄池的弱水洞中突然出现了浓重的魔气，末将等还未来得及禀奏天帝，不少兵将便被魔气吸了进去。听到了吗？此地完全被魔气浸染，太危险了。此处等我。凤爷，开界元晶和我的凤丹，你总要选一个的。总有办法的，你先别冲动好吗？只有开界元晶能够救你，此行我必须要忙。凤爷，元神剑，小凤君，凤爷，浮尘，凤爷，别去。至少不是现在。如今之弱水洞已与九渊煞域合而为一，若我们轻举妄动，很有可能会让九渊现世。你还记得，我与敖哥说要找到封印九渊的方法。我如今已有发现，等我确定，我们再去找那开界元晶也不迟。我会找到办法。何况不是还有3个月的时间，我撑得住。好，那我们再想想办法。好。原来是要带我来这儿，真好啊，一切都没变。是因为有你，才会恢复生机的。所以你让浮尘拉着元神剑去喝酒，把我单独叫来这里，就是为了看看。此前你在大泽山的时候，便就喜欢吃吃喝喝。我也与你说过，想做什么便就做什么，怎么舒服怎么来。酿豆腐、酱肘子，还有这梨花酿，没想到1000年之后还能喝到你亲手酿的。
这是人界好玩的玩意儿，叫皮影。他会讲述一段故事。你看。哎呀，我可是费了好大劲儿，才把元神界那小子给敲晕了。哎，你这会儿来幽冥界做什么？哎，风爷，我是来找修言的，他亲历了7万年前的伏魔大战，又亲自将冥器给封印。如今他一半的内丹所化之心就在九渊煞域之中，开界元晶之事，他应该是知道。望中楼。3生石。凤影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找秀妍，走。啊，那个，他不在。他不在，那他在何处？我不知道。你别再跟我闹了，此事事关缘起，我真的很着急。今日我一定要找到秀妍的。为何修炼楼会变成望中？修妍。可是修妍出事了，说话呀！修妍他封住了敖哥所有关于他的记忆。修妍说，他感受到了他的那一半残弹，已经没有办法封住九渊的结界了，所以他就打算去九渊，让2半内丹合二为一。他想要尽全力守住九渊，才要用到一人之力。抗冥器，他说他虽然没有办法撑住太久，可是他会尽力帮大家争取时间的。修妍他是抱着内丹尽损的决心去的，所以他才会在临行前施法把敖哥关于他的所有的记忆都消除。风影。可是我真的不想看敖哥就这么把他给忘了。这如今，九渊煞域的结界就要被冲破了，如此一来，修妍危在旦夕了。九渊煞域我一定会去，但若是想要救出修妍，必得有敖哥相助。可是，修妍他这么做，就是不想敖哥替他冒险。敖哥更不想失去修妍，这种永远失去无法弥补的遗憾，
会比现在痛苦万分的。告诉我，奥克在哪？以免孤独，为何我在这里，却感觉更加的孤独？那是因为7万年前，有一对双生兄弟，哥哥为将众魔封印在9渊煞域之中，冰解之后，内丹破死。修言，好好活着，走！弟弟不忍哥哥就此消失，千辛万苦将1半的内丹寄于自己体内，从此一体共生。此楼不叫望钟楼，而是叫修言楼。修言，幽冥界有这样一个规定：凡求见幽冥王者，必带灵力充沛之物来修言楼换取回颗粒。你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延续哥哥的内丹。敖哥陛下，可想起些什么了？你讲完了吗？这是一个动人的故事，但与我何干？你走吧。等等，陛下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前尘一往，化尽三生，快行！修言，你干什么？从今以后，好好做你自己，过好自己的生活。陛下，你没事吧？记起来了吗？修言，修言，你为何这么傻？如今9渊的结界愈发自我，我们想要进去倒是不难，难的是如何保证进去之后，结界不会因此而破裂。一旦破裂，又有什么办法能够封住9渊？修言曾经以冰解之法修复过9渊结界的裂缝，他或许知道一些。这是修言的属煞，所有重要的事情，他一定会记在上面。封印9渊煞域之法，
以乾坤台所诞生的神君本源为祭，可重新弥补结界，再取真神神元为所，便可加固封印封禁，9元重物。真神神元，难怪青灵千年前一定要取缘起的神元，可如今缘起的现在的情况是不是对我们很不利啊？要乾坤台所诞之神的本源，那就来取我的。虽然比不上真神，但只要能多封你魔神1日，只要能救出秀妍，竟敢给我下套！元神剑，看我不把你劈成柴！疼！我身上那些好的不学，这些灌人百日罪的坏手段，学倒是挺快。缘起，还好我了解你，特地叮嘱元神剑，若久不见我，便以感应寻来。这一次去九渊，不仅仅是为了救你，秀妍也在里面。你与秀妍守护了我们这么久，这一次，我们是一定要去的。修缘之事，元神剑方才告诉我了。现在又有敖哥助你，我也拦不住你。既如此，一起冒个险吧。混沌之初，这世界本为一体。祖神不想这世间过于寂寞，便取了神界的一部分，化作下界。此时下界还充满着混沌之气，于是祖神便将混沌之气分为了现在的仙气、妖气与幽冥气，再以3界之高的地喜为始，铸成界碑。自此3界气息分明，互不干涉。从此3界诞生，分体而立。仙气、妖气、幽冥气，本就是混沌之气分离而化。若是3气合一，也是混沌之气。没错，只要将3界的界碑撤除，3气合而为一，即便没有真神神元，依然可以封印9元。幽冥王，这便是我寻得的办法。你乃是幽冥之主，只王印，便能移除界碑。这确实是3界诞生至今都未曾发生过的大事，它会让幽冥界气息变得混乱，幽君无法修炼。不过这万年来，我作为这幽冥之主，威严肯定压得住，但是仙妖2界就没那么容易了。仙妖2界我自会想办法，只要你同意，到时等我消息。3界同时撤出界碑，只需1刻钟，便能让3气归一。我相信你。就算少了1尾，我也还是9尾之身。为何这么担忧，一直守着我？你现在是妖皇了，于公于私都要关心。伤势无碍，只不过上次一别之后，就再也没见过燕爽。他是有意在躲我。苍狼，你好大胆子，竟敢带妖君闯玄清宫，冒犯陛下！陛下，哼！成日里就知道巴结仙族的英王，我要你何用？红叶，天狐10尾，是上天赐给妖族的荣耀，不但不珍惜，居然私自断尾去救仙族，你有什么资格做我们的妖皇？分明就是仙族的走狗！说得对，走狗！你旧伤初愈，他们就交给我吧。他们是冲我来的，我的事情终究还是要我自己解决。妖族向来强者为尊，
拿实力说话吧。石尾是我的，我爱给谁便给谁。你们若觉得我压不住妖族，那好，谁不服，尽管动手。自找的，上！今日就给你们些教训，让你们知道。 本皇就算自断一尾，也不是尔等能企及的。红衣小心！天爽，这就是你们妖族的以强为尊，以多欺少是吗？我们妖族的事，轮不到你仙族插手。红衣是我的，只有我能欺负他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妖族的事情，不许外人插手是吗？看好了，这是我和你们妖皇的婚书，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妖后。想成为妖后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活着！杀了他！上！愣着干嘛？还不来帮忙？是，我的妖后。服不服？苍狼，愿效忠妖皇陛下。我等愿效忠妖皇陛下。当真混进了几个入魔的妖。魔族就是看出了你们对妖皇的不敬之心，所以才趁机分化你们妖族。你们都被利用了。我等日后定诚心听命于陛下，绝不敢再起二心。望陛下妖后宽恕。望陛下妖后宽恕。罢了罢了，念你们一时糊涂，本皇就不追究了。以后可得好好听本皇和妖后的话，听到了吗？是。还以为你们是因为我断尾特意来探望的，原来是来借徽记的。想的可真美，事关重大，借还是不借？拿去。反正我最想得到的已经得到了。
小小灰计算什么？这妖皇此次也是有惊无险啊！多亏燕爽赶来相助啊！你那断尾也是为了我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就不会有这次麻烦。行，既然麻烦都解决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干嘛？那个，你刚刚不都拿了婚书吗？不就是张白纸吗？不信你自己看。白纸。我是看你遇到麻烦了，所以才随口撒了个谎。谁要嫁给你这个丢人的家伙？啊？走了。哎，燕爽，燕爽，你别走啊！你刚都公开说要与我成亲了，你怎么能不负责任呢？红衣怎么那么厚脸皮啊？哎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又弱小又无助，特别需要你的保护。你要是不管我，他们再来欺负我，我可怎么办呀？那你就被欺负好了，我哪有什么闲工夫管你啊？真的？不然我跟你去鹰族，反正缘起都能入赘，我更加没问题了。哎，燕爽，嫁给我好不好？我本不想强求，但刚才看到你来，我知道我心里无论如何都放不下你，所以我改主意了。我就是要强求，就是要和你在一起。我已经错过1000年了，我不想再继续错过了。余生的日子，我一定会尽全力对你好。你认真的？对天发誓。你这是答应了？哦，我的妖后大人！下来！回你干嘛呀？我都想好了，等我跟你父王提完亲，我们就办一场最盛大的婚礼，压过缘起和凤仪那场。妖界有人反对也没关系，我娶的是鹰王，能打，谁不服就过来打一架。就知道打，我答应你了吗？这事我做主，就这么定了。时光悠悠，我还在为你说谎。你们俩怎么？你们在人间不也经常打扰我们吗？走了，你们继续。走吧。你给我站住！哎！真好，我们4个好久没有这么轻松的在一起了。等日后所有事情都平息了，我们倒是可以经常在一起，听听风，看看雨。如今我们妖界、幽冥界2大宝物都已拿到，只差天地玺了。明日我便去找师尊，请天地玺，届时3界气息合一，混沌封印9渊。但如今华叔晋升魔山，下落不明。华母又曾说过，他要得到天界，我担心华叔会对地玺出手。天地玺只认天地，并非谁想拿就能拿得走的。也是，但我们还是多加小心。主上，你现在的功力，不需多久便能一统3界。我夺天地玺，拿天地之位，是为了让所有负了蓝风的仙族给他陪葬。
我赢了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你离开这里的。我倒是很想和你继续留在这里，可惜呀。你就尽量多撑几日吧。都已经来了，还犹豫什么？是有急事找我吧？师尊，我们想借天地玺封印9元，是缘起的主意吧？姑姑，若真如古书上所说，这个方法一定有效。你想打开3界界碑，用3界之气合成混沌之气，然后用之镇压9渊。没错，这主意很大胆，却值得一试。只是地玺如今已不在我手中。地玺不在，地玺已自动归位回9宫塔之中。你们想要拿到地玺，唯有成为下一任天帝。那我便去争一争天帝之位，去9宫塔里拿到天地玺。黄奕那边都布置好了。他带妖军绕离峰岭入的仙界，这样不会被发觉。现在伏兵西侧，到时与我们合围，一起阻断魔军。天河老祖，他怎么会来到这里？修炼了几万年，离飞升神界总隔一线。于是我便想，也到这9宫塔中去看看，凑凑选天地的热闹，没准儿倒有所顿悟。参见凤渊天帝。无任天地，千年有余。忝居不公，甚为惭愧。今日召开新的天地大会，就是要为仙界选出一位称职的天帝。后面的3位仙君也请上前吧。我这便退去地位，谁能够闯过天关，拿到地玺，便是新的一任天帝。无论何人成为新的天帝，都需谨记世事为仙族朱门，念念顾3界苍生。仙霞散，塔门开。请入塔吧。为何魔军还没有动静？难不成华叔他们另有计谋？他们到如今还没有现身，只有一种可能：他们已经假扮身份，
混入九宫塔中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跟随凤影进去的3个仙尊中，有华叔假扮的？这九宫塔乃是天地诞生的地方，他们能进入其中而不被发现魔气，定然是用了什么了不得的法子。万一山主交友颇广，假扮他很容易露出马脚。难道是天河老祖或者玉匣子中的一个？我们要不要围住九宫塔？不可，九宫塔已经关闭，我们现在过去只会打草惊蛇。放心，华叔不会孤军作战，魔军定会在恰当的时间攻来，我们守在这里就是最好的选择。凤仪，千万小心。